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强武装力量，不但建造了几百个洲际弹道导弹阵地，弹道导弹潜艇部队以及研制中的隐形轰炸机也能携带核导弹。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有人提出要用星球大战拖垮中国，他其实要搞垮的是美国的现任总统拜登。1月18号美国有名的极端民族主义网站国家利益发表标题为《核武器：中国本世纪的战略防御倡议》的这么一篇文章说是要像冷战后期那样用星球大战之类的计划来迫使中国加入军备竞赛，从而拖垮中国的经济。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下面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迈克尔·蓬佩奥。他在位的时候被中国人称为疯狗。看到蓬佩奥写的这篇文章呢，不得不让人感慨疯狗现在是真的有大把的时间了。他做国务卿的时候何曾写过这么长的文章正是因为中国的制裁吧，让相当多的美国的企业、美国的财团不能请他去担任高管，领高薪水了，他也没有机会享受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的生活了，也只能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敲键盘写稿子挣稿费了呗。我们再来看看蓬佩奥写了些什么玩意儿。这篇稿子的标题是在谈论美国的威慑战略，口口声声要对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构成威慑，讨论了核武器、高超音速武器、太空战、生物战、新科技、核裁军等等，简直就是把二战以后的历史重新来一遍。但是读到一半我们就能看出他的意图。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一句话：拜登这个人他不行。拜登之所以能够击败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并不是因为特朗普的对外政策。特朗普是个蛮牛，他的外交政策就4个字：蛮不讲理，得罪了盟友也得罪了战略伙伴。但是美国的选民似乎并不在乎。特朗普的下台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内政上的一败涂地，让大部分的美国选民无法容忍。蓬佩奥集中火力攻击的是拜登的战略威慑政策，特别是拜登放风出来要取消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战略。拜登虽然执政水平很差，但这件事还算是比较明智的。核武器最大的价值就是威慑，留在发射架上面可以制止战争，发射出去以后就是全人类的末日。但是蓬佩奥认为这将破坏和削弱美国应对致命威胁的能力。美国遭遇到了什么致命的威胁呢？蓬佩奥说，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强武装力量，不但建造了几百个洲际弹道导弹阵地，弹道导弹潜艇部队以及研制中的隐形轰炸机也能携带核导弹。在这个地方插一句话蓬佩奥在形容解放军核潜艇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儿叫 formidable。 这个词儿在英语里面的意思是可怕的、令人敬畏的、难对付的。美国人上次用这个词儿来形容中国那还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用来形容中国人民志愿军。特朗普的班子和拜登的班子是一丘之貉，不过他们内部也在激烈的争斗。最善于背后捅刀子的就是自己人，美国政坛也不例外。蓬佩奥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说成是拜登的罪状，然后就开始翻历史旧账。他说2017年1月12号时任副总统的拜登在关于核安全的讲话中谈到，核武器的唯一目的将是阻止其他国家发动核攻击。鉴于我们的非核能力和当今威胁的性质，很难想象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必要的。所以蓬佩奥指责拜登说，他会单方面的削减核武器取消下一代陆基洲际导弹，暂停反导系统的发展取消 B-21 轰炸机的核能力等等。蓬佩奥这就是在赤裸裸的恐吓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和军事利益集团应该说，拜登执政1年来，选民们大失所望。不但新冠疫情没有得到缓解，通货膨胀的阴影又笼罩在美国人的心头。2022年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了，照这样下去的话，民主党搞不好就要崩盘。这样的好机会，共和党人如何能够放过
不把民主党掀翻更待何时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光棍式的人物冲上去，无所顾忌的撕咬。那已经一无所有的蓬佩奥就是最佳人选了。好，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